在这里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肌肉的边界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紧，你大致的知道它能够在哪儿，然后过去就 OK。肌肉和肌肉之间的这种边界不够清晰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通过肩窝来确定它们的朝向、它们的方向位置。然后肩三角肌的话，它前束分两块，然后呢上面那一块是被下面这块压着的，然后呢又被中间这一块压着的，它的肌纤维大概是这样的。所以在体表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小造型特征。当我们了解的知识点越来越多、越来越丰富的时候，我们再看到人体表面的某些特征就能够很好的理解了。那你看它现在为什么能够感觉到这里是往里凹的呢？因为胸大肌这个部分呢比较薄，那这块为什么鼓出来呢？刚才咱们有说，这里呢是胸小肌胸小肌一共有3束，它是把胸大肌顶出来的，所以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凹窝。这个胸大肌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，它的厚薄也比较符合咱们刚才讲的特征。那么这一块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个手臂抬起来了，抬起来之后呢，胸大肌下面就变得更薄了，厚的地方往上隆起了，然后把它的锁骨遮盖住。这就是运动下肌肉产生的形变。手臂抬起来，从前面去观察肩三角肌也会变小。有的时候画的时候会在这里画几条线，有这种叠压关系，这种穿插关系。原因就是咱们之前讲过这个肌纤维的叠压关系。这个乳突在耳朵后边，那么它的胸锁乳突肌大概就在这里。但是它这个动态，头往这边转了，脖子产生了一些拧过去的褶，弱化了结构，这个就是动态特征。有时候动态特征会弱化一些结构特征。我们看一下这一个，他低头的这个，他的脖子没有拧，那他胸锁乳突肌下面的这根肌腱就比较明显，胸锁乳突肌下面的这根肌腱还是比较长的，这是肌腹部分，下面非常明显，跃出体表这根小圆柱就是一个肌腱部分。通过我们刚才以上讲的这种胸腔和锁骨等等这一系列的结构知识，然后再套到模特里边，我们就能够把模特的结构搭建出来。这个就是有目的性的就把它给画出来了，而不是说仅仅只是照着照片去抄。比如说一张照片摆在这里，那么照片长什么样，就只是照着葫芦画瓢画出来的，你再怎么卖力，它也是缺少理解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带着理解、带着目的性去画，一块一块的把它看清楚、找清楚，把它搭建起来、构建起来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画出来的你看就非常的有理有据。你看到每一块，你都会感觉到它是那么的真实、自然、准确。